在中国从零开始创建一个足球俱乐部，到底阻力在哪里？我们在建立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看完这些视频你就知道了。大家好，我是石小桃。是这样的，我们创建了一个球队，不准确的说是创建了一个足球俱乐部，算是国内真人 FM 从最低级别业余俱乐部开始建档的一个现实中的游戏。虽然说现在我们这个球队的状态还没有一些常年约野球的足球群活跃度高，但是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了目标和预期，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目标一步一步慢慢的发展。我相信只要是关注足球的爱好者，或多或少，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针对中国足球的问题肯定是发表过自己的一些言论和想法，甚至在网上和意见相左的这些球迷兑现过。那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和别人兑现过，说什么你行你上啊，你有这么多想法，你怎么不弄一个？包括看到董路老师创立的2034杯，就是好多年前的，就是0910那一届了，匡兆雷他们那一届，以及中国足球小将，还有现在孙继海的嗨球少年啊，包括现在正在更新的马尼拉挖掘机以及国际巴塞罗那这两个 UP 主，这两个账号，我先给自己贴一层膜。我这个想法以及行动，其实时间都早于这两个 UP 主发视频的时间，就别说我操了。具体操作的话，是从去年年中开始，我也差不多也就是8月份左右，我们就已经开始操作了。回到正题，我个人以及我的小伙伴何教练今天不坐在旁边啊，下次有机会把他拉过来一块做视频。很多做球队或者从事这个行业的，要么本来就是这个行业内的，要么就是有钱的自己花钱组织球队，盈利问题在前期他可能不太考虑，甚至到了后期他也只是有盈利的可能性而已。而且这个过程它的投入都是非常大的，要持续不断的输血。包括现在的很多球队，在国内的球队也是这个样子，包括国外的也是。自从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一直在去网上去查有没有什么在自己建一个球队，普通人建一个球队需要哪些东西，大概预算是要多少。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低级别联赛的视频，包括沙威霸这个 UP 主对我的帮助很大。通过他的视频，我看到了很多低级别联赛，包括他去做赛后采访，其实对我这个想法来说是起到了很多的启发的作用。当上一届的12强赛打完之后呢，其实我就有这种想法了。包括我跟我这边的小伙伴在去年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就说普通人在现阶段能做些什么？难道说就只有看看球赛、买周边，这样的去支持一下？但是一个球队如果离开了球迷，其实他还能活，但是离开了金主，他就真的活不下去了。那我抱着这样的想法，就和我之前一个足球踢得很不错的小伙伴聊了一下，铜匠的故事就从这个电话就开始了。然后在我和他沟通完，了解了普通的教练员的薪资待遇之后，我感觉这个事情好像也不是不能做嘛。我看从网上能找到的这些资料啊，国外的这些低级别联赛的球队，那业余联赛的球队，它也是有很多当地的球迷支持。那为什么我们这边的球队就不行呢？为什么只有中超或者某一些踢得比较好的中乙、中甲，球迷市场比较好的才能有一个看球的气氛？那为什么我们不行？我想试试看看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啊。我们俩一拍即合，开始筹备这个事情和以往的这些球队不太一样。我们一开始是先做小朋友的训练，当时想的是一方面我自己小孩也在学足球，一周一练确实少了一点，跟兴趣班差不多了。我们就找了他的一些同学，然后能覆盖掉这个教练费用啊，大家 A 一下。索性就小范围的和认识的同学家长沟通了一下，小朋友的球队他就成了。结果一个介绍一个，一个介绍一个，我们也没怎么推广，这个小球员就越来越多了。很多家长其实他本身的想法就是我 A 过来一下也就30来块钱，还不够喝杯星巴克的，让小朋友户外活动1个小时，还能学点足球，实在学不了也就当玩了。他带小孩1个小时也挺烦的，出去丢给那游乐场或者是丢到电玩城1个小时，没个180-80块肯定是解决不了。我和何教练当时的想法呢，我们不指望他能教出来球星，甚至说我们自己都不一定有能力能培养出所谓的业余球员、半职业球员，就是踢中冠的这些球员，我们都不一定能培养出来。那顶多就是提升他在看球赛的能力，顶多就是让他们以后踢野球会更舒服但我们想这也是就够了足球我们一直都说足球土壤不好，足球土壤不好，足球需要土壤。那什么才是土壤呢？现在很多足球俱乐部球迷很多足球俱乐部或者是什么机构什么的都是掐尖子的，那些没有被掐下来的，除非自己的兴趣爱好确实在那里，不然很多就踢了就不踢了。而且他们的训练费用、培养兴趣的费用也很贵。
那我作为家长本身，我也是想着把有限的兴趣班的费用花在能看得见效果的兴趣上面。那如果说我培养一个兴趣要花个1万2万才能看到我自己小孩喜不喜欢、愿不愿意、有没有能力，才能继续去投入，那对于很多工薪阶层来说成本是很高的。而且现在能去足球俱乐部、青训机构上课的、去报课的这些小朋友，他本身就不是我们的目标群体，因为大部分都是他家长喜欢，或者这个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学校或者哪一个地方有这样的环境，他本身就算不在这个机构报，他自己也会想着办法去踢球的，他也有球去踢。我们这个小小的俱乐部呢，主要就是让很多可能没踢上球的，有可能上小学都不一定会接触到足球的这些小朋友，他接触到了足球，他有可能会喜欢上足球，慢慢的他自己也踢。当然如果能有1-2个比较不错的，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没有掐尖的这个想法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掐尖。我们能让小朋友对足球感兴趣，长大了还能去看看球，自己有小孩了，也不排斥自己的小朋友去接触足球就可以了。本身就愿意花钱在足球上面的这些家长，早都给小孩子送到县城的俱乐部或者兴趣班里去了，根本不需要我来组织这个事情。就借着小朋友的这一股劲我就和何教练又聊到这个中国足球上的问题了。我说反正带小孩也是带，不如我们就整一个足球队，作为普通人我们试试看从零开始的一个业余球队，他到底能不能走下去，能不能活下去。没有资金的一群普通人，尽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运营下，能不能像英格兰7、8、9、10级别的球队一样能活下去，和球迷一起成长，慢慢的一个升级确认要组建成人队了之后，我们何教练就找到他之前带过校队的一些队友和球员当做班底，大概有个5、6个。我这边就在家附近的球场，没事就跑出去看别人踢野球，没事自己也去踢野球，因为只有野球是散客嘛，其他的都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都是有群的，已经有球队了。看到踢得不错的呢，就上去问别人有没有球队啊，感不感兴趣，想不想找一个球队一起踢一踢练一练，甚至还拉了几个小球员的家长一起大概1周多的时间，我们成人队群里的人数就上到了20多个。我们经过核算，然后最后定下来计划是每个月收70块，3场训练加队内赛，1场外面约的友谊赛。那队内训练就用免费的场地，那友谊赛就去收费的场地。如果是额外的约野球或者是友谊赛的话，我们球员自己愿意参加的就 A 一下，去的给钱就行了。那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凑出一套首发，去踢一踢上海区级别的一些业余比赛，或者是某个机构某个商业性质的业余比赛，杯赛也可以。那70块钱其实我都不想收的一开始，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现阶段还不能做到自给自足。如果我们真的能做成了我们通过运营能有一点收益，比如说我现在发的视频，我们有粉丝有流量，不管是直播挣钱也好，或者是有代言有广告了之后，那我们也想正规起来，能去给球员发工资，那也很不错。那70块钱我也算了成本，那约球场要付场地费，正常8人制的一个场地费 A 下来一个人也要60到80块钱，那我们还包含了球衣水这些服务，球员只需要带好自己的球鞋球袜就可以了。那电解质冲剂冰袋训练器材球什么的我们都会准备好，包括这些东西都会准备好。我一开始我们在组建这个球队的时候，就像玩足球经理一样，何教练作为主教练，他还是想去挑一挑有能力的球员。我说我们就别管能力了，人家愿意来踢球就行了，我们先解决有无的问题，再考虑强弱问题。就当是在玩真人 FM， 董事会没有给1分钱预算拿着系统用的这种黑头像没有头像的球员来踢比赛和训练，然后慢慢的根据你的战术调整把球员给提升上来。网上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于你为中国足球做过什么，你就在这评头论足的什么的这些类似的话。是啊，我确实是我做了点什么呢？我除了看了看比赛买周边也没啥了。我们极限在哪里？如果我们做了这个事情有没有正向的反馈呢？我想试一下。我翻了很多媒体账号，没有特别多的业余球队做比较多的宣传，或者是它有很多影响力。至少我在 B 站和抖音包括知乎这些平台都没有看到比较有用的信息。那极个别的业余球队可能会发一些视频但是它影响力有限，一般就是自己队内娱乐一下，记录一下几个关键球或者是一些关键比赛踢得不错的比赛，
流量也比较少。那我就想做一做，能不能争取获得一些正向反馈，哪怕是一点点的反馈也可以。最次也让我们小球员看到我们以身作则啊，我们这些成年人也可以去踢，也敢去踢。小球员也能看到，其实我踢球以后不是说到了初中就没得踢了，我也有各种各样的比赛。我到了15、16岁，我也能去踢一踢上海市的或者其他城市的业余联赛，我是可以一直玩下去的，而不是说我到了一个年纪，我只能去野球场约野球了。如果实实在在没做好，那我们其实也不后悔，至少我们记录下来了建队到运营再到运营失败的这样一个经历。那我自己在搜的时候，搜球队建立啊什么的，没有收到太多有效的信息资源。那我这个视频发出来，我会一直持续的更新我们球队在运营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事情啊，每一个阶段就跟你玩真人 FM 一样啊，哪些球员找我们说了哪些话是好的是不好的，我都会尽力的真实反馈给大家，让以后有想法的一个小伙伴他有一个参考，对，哪怕是我们失败了，他能发现我们身上的问题再加以改正，同时避开我们之前的错误操作啊。我们做视频呢，实话说，第一呢是记录，实打实的，一是寄给我们自己人看，二是寄给网上的未来的这个小伙伴看。第二个呢就是想获取流量，不仅仅是赚钱这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哪怕我没在这上面赚到钱，那你想想，这个网上面就足球小将火的时候，有很多人说网络能挣钱什么的，他有一句话讲挺好，那你看我挣钱，你们也可以做呀。是的，如果我都有流量了，你们也感觉我挣钱了，那很多人也可以去做，那其他人完全可以复制，甚至能做得更好，挣得更多。能力比我强的大把，到处都是，随便拎一个都可以，只是他没做而已。然后那样子的话，业余球队就会更多了，那足球土壤就会真的好起来。他跟我一样去想办法去拉粉丝、拉球迷来看比赛，哪怕是业余比赛，那太好了。那第三点呢，一人计短，两人计长嘛。毕竟现在整个球队负责人可以说就我和何教练两个人，那我们两个也投入了很多精力和心血在球队上，遇到问题的时候，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比较乐观，需要各位精神股东以及未来的球迷朋友就是帮忙一块分析，看看问题在哪里，查缺补漏一下，那我们也会积极的去采纳。最后一个呢，想通过视频再招募一下球员，留住球员，也招募一下我们的比如说队医、球探这些暂时用爱发电的一些小伙伴，让球队变得更有凝聚力一点，和拥有一些集体意识吧。那如果我们这样的球队真的运营起来了，活下去了，甚至盈利了，就代表低成本其实也是可以有球迷、有比赛、有一个生存方式的，而且它也能越来越好。对于其他投资者想参与足球这个行业的人都是一种参考，包括赞助商啊，包括很多国内的小品牌也可以赞助起来。因为业余球队或者低级别球队之前是因为关注度低，没有运营，没有粉丝，导致说赞助商少，对不对？那赞助商他是要看影响力的嘛，看流量的嘛。那小球队小比赛没有影响力，或者说根本没有人看，那他当然是没有的了。但我们经过尝试，变得有人看了，有人关注了，哪怕只是小范围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的队服，我们的小朋友的训练服就是有赞助商的，我们这一块三菱镇附近的房产中介公司是我朋友赞助的。那我这边的家长就真的通过这个赞助商，我们这个房地产中介公司去租房子，去找房子。其实社区足球如果真的能运营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说它的收益可能会比较低，但是它确实有，它不至于说活不下去。第一期视频讲的有点多了，到这里差不多了，就不往后面说了。如果这一期视频点赞能过200，我1周以内就更新第2期视频，素材是肯定是够的，大家放心好了。如果播放超过1万，那我们就在第2期视频、下期视频抽一套队服，就是这样的队服可以定制的。感谢大家的收看，不要忘记数字3连，并且关注我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或者关注我们球队的微信公众号，一些功能、一些讯息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看到，也可以在我们的球迷群里看到。不知道谁能成为我们第一个精神股东。